我住在2楼，我们一直是签反对的，就从头到底就是说我同意是一种情分，对吧？是照顾他们，不同意是本分。我们楼上就有部分的居民是觉得只要达到2/3啦，没问题啊 ，OK， 我就要涨了。其实我觉得一票否决是最好的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秋库。这位大哥最近也是因为加装电梯碰到了一些烦恼。杨先生你好啊，那么你这个小区里面加装电梯碰到了哪些烦恼呢？现在我们这儿加装电梯呢，就是说我们楼上呢也有2个住户呢，就是腿脚不便，所以呢当时呢也是在跟我们沟通。那19年的时候呢，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至少就是大家是协商。楼上他那时候也清楚，就是说因为是我们要做出损失的。你是住在？我住在2楼，2楼。所以呢，当时呢还是在跟我们就以协商方式来沟通的。我认为就是说，不管我同意不同意，就是说我同意是一种情分，对吧？是照顾他们，不同意是本分。那这个时候呢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呢，20年呢加装电梯，整个社会风向也一变，就是说我们楼上就有部分的居民是觉得只要达到2/3啦，没问题啊 ，OK， 我就要涨了。那下头就讲是有啥反对或者纯粹不要他参加，没问题。我们这儿最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去年21年的清明节4月5号，他来做什么呢？就是勘探。清明节动土，你想想看，这在小区里怎么样一回事？而且呢，那次呢冲突也是有点激烈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时间不对，第二个呢没有任何告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楼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之前就是说同意书都签了吗？我们一直是签反对的，就从头到底，就是说我们呢也是以前也稍微了解过一点情况，所以当时写的坚决反对。就是说，但是里面这栋楼总共是2/3同意的。对，然后呢，那次呢，就是我们就把他们坚决的赶回去了。其实当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？他们就是认为达到2/3了，你们下面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。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，就像我们买房也是一样，底楼到7楼，每一层楼的楼价都不一样，这都是一差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。那你既然选择6楼7楼，你是考虑阳光采光好，你愿意走这点楼梯了，对吧？就觉得底楼为什么不买？贵呀！而且上海的很多就是说最好的楼层是3楼4楼，又有采光又不用多走路。1楼为什么多？现在因为老年人多嘛，所以好多都是愿意买在底楼。那这个是个根本原因。那刚刚讲到清明节这一次，我们是把它赶跑了。那后面呢，就是讲到第二件事了。那个今年就是2022年，刚过好春节，2月28号，这个算提前1天通知，在我们小区就是包括我们的物业栏和我们的楼栋门口，算贴了一张纸头，明天我们要过来施工。好，那这个当中呢，还有一个过程呢，就是规划局呢，在去年的9、10月份是出过一份就是公示的。那我们呢，公示也做了反对，就是规划局呢，最后在公示上明确写清楚，该楼栋加装电梯是有业主表示了反对意见，对吧？就是由居委或者街道什么去做沟通，要达成一致的。其实达成一致是个根本。那后来还有第3次吗？过来？那这2天呢，其实就是第3次，就是说他们呢已经把车位都已经移开了。所以呢，我这几天呢，等于是1周没有上班，我天天就在这儿。其实我觉得一票否决是最好的办法。你说的一票否决，就整栋楼哪怕有1个人不同意，就不装是吧？一户对，19年之前的政策就是这个政策，一票否决。因为就是说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，就像我刚刚讲，我可能非常关注的是楼宇结构安全，因为现在上海人所有的家庭财产80%、90%都在房子上，你就毁了，对吧？那还有一个，有的人关心采光、翻水。各方面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关注点，其实任何一点反对意见其实都有背后的原因的。现在除了这个加装外挂电梯其实还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这个老年人、残疾人上楼梯这个，要么你说一下好吧？这个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其实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最简单的一种，我们不是上下楼都有扶手的嘛？它有一种专门挂在扶手上旋转的，有坐的有站的都有。可以把人送到楼层上面去的这个电梯，而且这个都不用错层入户，直接到你平层入户了。还有一种就是爬楼机，这个呢也出来很长时间。当然，爬楼机呢就是说是要自家购买的，它不是公用的嘛，就是说自家可以购买可以使用。其实这2种方式都可以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上下楼的问题，而且这个不伤害任何楼宇。其实我觉得就是说，在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，其实都有解决办法的。